4年前，这小龙虾都没人要，没想到大山家的江河回来了，这回考上没？还问啥？看他那个脸色，怕是又差点意思。读书读了这么多年，田不会种，工不去打，大学也没考上。大山两口子这下有的愁喽。差多少？3分。明天跟李哥他们去镇上，去广东打工，考不上大学就认命，人总得吃饭。江河，要不再复读1年？还复读？家里哪来的钱给他复读？你看看这屋，你看看这田，他都19了，还要我们养到啥时候？我出去走走。夹它，这虫子真凶！我奶说这东西坏田当，是害虫。不是这东西坏田当。你也没人看得上。张河，你蹲沟边干啥？想不开呀！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去镇上赶长途车的，抓紧时间啊！晚了就赶不上去广州的车了。江河，上来啊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没说要去，拿着针跟我走，路上还能装点东西。你还真不去啊？全村能走的都走了，留在这干啥？种田、抓泥鳅，还是天天听赵婶说闲话？哎呦，我可没说啥啊，我就是觉得人总得有条出路。大学考不上，广东总能去吧。江河，别犟了，去了广东，1个月怎么也有100-200。你在村里，你真觉得出去就有出路？不然呢？咱这种人不出去卖力气还能干啥？等我挣了回来，不走我可开了。江河，别死磕，人要往外走。哎呦，这虫子还挺硬。江河，这虫子丑归丑，吃起来怪香嘞。我就说能吃。哎，人家李根都晓得出去挣活路。有些人呐，读书读不出名堂，打工又怕吃苦。大山家也是命苦。赵婶，你家菜园子边上那些龙虾平时咋处理？啥？红壳子的，家人的那个。那害虫啊，挖田埂、咬秧苗，烦死人了。抓到了就扔沟里，要不喂鸭子，鸭子都嫌咂嘴。你问这干啥？你不会真跟那虫子杠上了吧？江河，吃点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啥事吃了饭再说。李根走了，你咋没走？走了。大山，孩子刚落榜，心里难受，你别逼太紧。我逼他，是日子逼他。村里跟他一般大的，哪个还在家里闲着？考大学考不上，复读家里供不起，打工又不去。你说你想干啥？我想再想想。想？你从去年想到今年，想出啥了？考不上大学，连打工都不去，你想干啥？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拖死才甘心？江河，你去哪儿？出去透口气。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就想清楚，要么去广东，要么下地干活，别整天做那些不着边的梦。这东西真烦，夹我手。我爹说了，抓1桶都没人要，没人要，白送都没人要，还扎手。江河哥，你抓这干啥？你们要是不怕扎手，明天帮我抓。抓了干啥？我先看看这没人要的东西到底值不值钱。江河，把这个带上，路上饿了吃。娘，我去镇上看看，中午前回来。你真要拿这个去卖？不是卖，先问问有没有人要。问归问，别跟人吵，镇上人嘴也毒。他们嘴再毒，也没赵婶毒。哎呦，江河，你这背一篓夹手虫干啥去？你不会真想拿去卖吧？江河，听婶一句劝，你要真闲得慌，就下地帮你爹干活。谁买这玩意儿较劲儿啊？那你先认认路。你要能把这虫子卖出去，婶子以后见了你都绕道走。嘿，这娃嘴还硬。叔，你这儿收不收龙虾？啥龙虾？你管这叫龙虾？这不是田沟里的夹手虫吗？这破玩意儿挖田埂、咬秧苗，农民见了都烦。你背一篓来问我收不收？便宜点也行，倒贴我都不要。那玩意儿喂猪，猪都不吃。要是做熟了呢？做熟，走走走，别在我摊前丢人现眼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什么梦都敢做。天天花生米豆干子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。老板，有没有辣点的？越辣越好。喝酒没个带劲儿的菜，喝个啥意思？有拍黄瓜，拍黄瓜也叫带劲儿。你咋不拍我一巴掌？这虫子丑归丑，吃起来还怪香嘞。生的没人要，没劲，真没劲。就是。那要是做香了呢？哟，还没死心呢？
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东西白送都没人要，趁早倒沟里，别背回去丢人了。白送没人要，是因为他们没闻着香味儿。啥意思啊？没人收生的，那我就不卖生的。能不能卖，得让嘴说了算，不是让眼睛说了算。哼，行啊，等你卖出去那天，我喊你一声老板。这话我记着。2、3、4、5、6，这条够多。这边也不少。江河哥，你真抓这个？抓。越没人要，越得看看。哎，那不是大山家的江河吗？还真跟这假手虫杠上了。疼才说明他有劲儿。哎呦喂，大山家的娃还真在抓虫子。江河，别人考不上大学都去广东了，你倒好，跟沟里的虫子拜把子。你爹妈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是让你回来抓害虫的。大山要是看见，怕是血压都要气上天。赵婶儿，你天天骂他是害虫，对吧？本来就是害虫，毁田岗、咬秧苗、假手，谁不烦他？那我帮你清害虫，你不该给我工钱吗？你不要的东西我捡走，你嫌他祸害田，我帮你清。以后要是真卖出钱，你可别说是你家的。赵婶儿，这话好像也没毛病啊。他要能把这虫子卖出钱，我以后见他绕道走。上次你已经说过一遍了。江河哥，你真要这么多啊？要。那我家后沟里多得很，我给你抓一桶，你要不要？要大的，太小的放回去。抓了有啥好处？今天先换糖，以后我要是真卖出钱，按斤给你们算。不用买，不用养，只要有人抓，先做出来。还真抓了一篓，他不会今晚真吃这东西吧？吃坏肚子咋办？江河，你可别怪婶没提醒你，吃出毛病别是我们村的虫子害你。放心，真好吃，我第一个给你送一碗。我才不吃呢。谢谢婶儿。还真有人吃这东西，这小子还真敢吃。江河，你咋抓这么多回来？这东西夹人，你弄这么多干啥？做啥？做菜。你把这些虫子弄回家干啥？试试。你还嫌村里人笑话不够？他们笑他们的，我做我的。你敢把这东西端上桌？大山，你先别急，孩子也是。想啥？想靠这虫子翻身？他要是真有这本事，镇上人咋不要？这是害虫。不好吃，我自己倒掉。要是好吃呢？哎，陆江河，你是抓瞎还是把妖怪请回屋头了？哎呦，大山，你家江河不是考大学没考上，是准备改他当捉妖师啊？笑吧，等会儿别闻着香味流口水。我就是恶吃这假手。今天你要做不出个人吃的东西，这一篓全给我倒回沟里。这味儿拿去熏田鼠都够了。香是有点香，就是嚼起来像柴火棍儿。陆江河，你这是做菜还是放烟雾弹？这回死心了吧？江河，田沟里的东西肚里有泥，壳上也有泥，你不让它吐泥，不刷干净，光放辣椒有啥用？先吐泥，姜蒜去腥，米酒也能用一点。做吃的不能光靠蛮粒儿。娘，我再试一锅。还是让他试明白，吐泥、刷壳、去腥。娘，你尝一口。别吃，吃坏肚子咋办？还真香。你娘心疼你才说好吃。秀兰啊，我就是路过，怕你们吃坏肚子，帮你们试试毒。赵婶儿，你不是说饿死都不吃吗？试毒能叫吃吗？那你慢慢试。咋样？辣椒放多了。那你还吃这么快？我再试一支，看看是不是每支都辣。谁家的狗？管一下！你摸跑噻，你越跑它越兴奋，它更兴奋了。城里来的还跑不过土狗哟。请问村干部家怎么走？你找村干部干啥？我是报社来的，拍一个乡村专题，乡村空心化。什么乡村主题？还需要到我们这儿来拍？乡村空心化啥话？就是年轻人都出去了，村里只剩老人、孩子和荒田。你这是来拍我们村穷啊？这姑娘干啥的？谁晓得？别是拍穷相拿回城里笑话吧？你看那女的拿着个相机到处拍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。我不是来笑话你们的。那你拍这些破院子、烂水沟干啥？我们村是穷，可也不是给人当笑话看的。我拍的是现实，有人看见，才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我们自己日子咋过，用得着你城里姑娘知道？如果没人知道，年轻人为什么都走了，老人为什么留下，荒田为什么越来越多，就永远没人关心。哎！
这下你拍到我们村最实在的东西了。没事。城里人拍照都喜欢站份上找角度。你救相机就救相机，嘴能不能干净点儿？我手上是泥，你脚上才是不干净。谢谢。但你这个人说话很难听。你拍我们村穷样的时候也没多好听。我拍的是问题。我们活着不是问题。你就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个抓虫子的？陆江河。你抓这个干什么？吃。这东西能吃？你刚采的不能吃，这个能吃。江河，你这嘴哦，迟早遭人打。我只是问一句。我也只是答一句。这地方连个洗鞋的水龙头都没有吗？有水沟。你不是找村干部吗？咋还不去？我迷路了。看出来了。村干部家在哪儿？那边。村长去镇上开会了，今天回不回来都不晓得。你要找住处啊？先说好，我屋头没空床。再说你的鞋踩过牛粪，进屋还得拖地。城里姑娘，天黑前莫乱跑，我们这边狗多。喂，我不叫喂。陆江河，你们村有没有能借住的地方？有。在哪儿？猪圈空着。你这人是不是不会好好说话？江河，回家吃饭了。江河，哪个姑娘啊？阿姨您好，我叫苏念，是武汉报社的实习记者，来莲塘村做乡村专题，想找村干部借住一晚，但是村干部不在。一个姑娘家，天都黑了，站水沟边咋行？他刚才问猪圈住不住？是你说猪圈空着。秀兰，你可想清楚哦，城里姑娘讲究得很。你家那木板床，她怕是睡不惯。我能吃苦，那你先把脚上的苦擦干净。我们家还有一间小屋，就是堆了点杂物，收拾一下能住。你让他住咱家？不住咱家，真让他住猪圈。秀兰，你就是心软。回头他拿相机一拍，说你们家穷得连床都响。报社的，我们家没啥好拍的，穷也不丢人，但我不想让人拿相机照着穷。叔，我不拍你们的难堪，我拍的是为什么村年轻只剩老人都走了孩子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明明很勤快，却还是过得难。大山，天黑了，先让姑娘住一晚。别拍堂屋。谢谢叔。记住了，别拍堂屋，别踩牛粪，别惹狗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姑娘，条件不好，你将就一晚，已经很好了，谢谢阿姨。这床是老了点，但结实，我信。这村里晚上比城里白天还热闹。嫌吵，猪圈那边安静，猪睡得早。幼稚。穷也不丢人，但我不想让人拿相机照着穷。别拍。为什么？还没做成，失败的样子不想给人看。失败也算证据。我白天是想拍一个快要空掉的村子，但现在我有点想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东西做成别的样子。那你可能要失望。你不是不信邪吗？白天听你自己说的。城里记者耳朵还挺尖，乡下瞎疯子嘴也挺硬。你真觉得这东西能有出路？我现在只知道它能吃，至于有没有出路，得再试。昨晚剩下的不嫌弃就尝尝。城里记者敢不敢吃农村害虫？他也要吃啊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敢做，我有什么不敢吃？吃噻，城里姑娘不是啥都见过吗？咋样，吃不惯吧？我就说这东西难吃。你这个是怎么做的？你先说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但好吃还不是最重要的。那啥最重要？这东西适合喝酒，是菜，但不是普通下饭菜。它壳硬，吃得慢，胃重，越吃越想喝水，也越适合喝酒。几个人围着一盆，边剥边聊，比花生米热闹多了。喝酒，这不是菜吗？武汉夏天夜里，路边喝啤酒的人很多，工人、学生、跑车的、做小买卖的，晚上都想找点带劲儿的东西吃。这个东西要是做得香，摆在夜里，比摆在菜市场有用。城里人啥没吃过？能吃田沟里的虫？说城里人不是啥新鲜就想试，尤其是夜里喝酒的人，嘴巴最闲，也最爱凑热闹。那也得有人敢第一个吃。你不就是第一个？我那是试毒，试毒不算吃。这东西适合喝酒。我昨天去水产摊问错地方了，我不该问他们收不收生虾，我该去夜市，去小饭馆，去卖啤酒的地方。对，我要卖的不是一篓活虫子，我要卖一锅熟的、热的、香的，让人闻见就想尝的。你总算不笨。你夸人都这么难听。江河，真要拿去卖啊？娘，不去试，永远没人知道它值不值钱。是，你拿啥去试？锅呢？柴呢？油呢？辣椒、花椒不要钱，去县城不要路费。你以为做买卖光靠一句能卖钱就行？你缺的不光是钱，那还缺啥？这东西活着的时候难看，熟了以后好看。
红亮亮的，有油光，有热气。你得先让人敢看，才有可能让人敢吃。我可以帮你拍一张。拍虫子干啥？不是拍穷，是拍香。你要是去夜市，就不能让人先看见它活着乱爬，要让人先看见它红亮、冒热气、香的下酒。拍一盘虾咋比抓一桶虾还费劲？你抓虾是让它进桶，我拍照是让人想吃。拍这么好看，能当饭吃啊？不能当饭吃，但能让人来买饭吃。江河，你准备咋办？先收虾，再备料，等凑够一锅，我去县城夜市试一次。万一没人买呢？没人买就再想办法，但这回我不能只在村里想。你要记住，卖的不是虫子。江河哥又做虾了，那就从一锅开始。字有点歪，能看懂就行。做生意第一眼很重要。你上回采牛粪的时候，第一眼也挺重要。5分钱1斤，快来看喽！大三家的江河做的更厉害了，花钱买害虫了。江河哥真给钱啊？真给，但小的不要，死的不要，太小没肉，放回沟里，过阵子再抓。2斤3两，算2斤半，1毛2分5，给1毛3。真给啊！田沟里白抓的，还真能换钱。江河哥，我这个大的多，快抓！江河哥真给钱。江河，这钱可不多了。娘，先记我账上。这是干啥？大山，你家江河现在不得了了，花钱买害虫当老板了。你拿家里的钱买这些虫子，不是虫子，是原料。你现在1文钱没赚，先往外撒钱，你管这叫做买卖？要是卖就得先有一锅虾。那要是卖不出去呢？卖不出去，我自己认。你拿啥认？拿你娘攒的私房钱认？大山，钱不多，先让他试一回。你就惯他吧。还收不收啊？收。等等，这个不能要。咋不能要？不都是虾吗？死的会臭，做出来坏味道，别人吃一口，以后就再也不买了。死的不要。你们收个害虫还挑三拣四？听好了，小的不要，死的不要，臭的不要，拿回去先用清水养着，吐泥。谁拿烂虾来糊弄我，下回1只都不收。5分钱1斤，还这么多规矩。你不卖我卖，有钱拿还嫌规矩多。赵婶儿，你家后沟里的也可以抓来。我是替大家说公道话。大的真要啊？要。收小龙虾5分钱1斤，哼！哟，听说村里出了个收害虫的老板，我还不信，原来是真的。陆江河，大学没考上，算盘也打坏了。啊！这破虫子要是能赚钱，我刘德彪倒着走3圈。德彪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。那你先练练，别到时候摔着。嘴还挺硬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莲塘村的水沟、鱼塘、路边沟渠可不是你想收就收的。我收的是村民抓来的虾，虾从哪来？水里来的，水是谁管的？村里谁说了算？你心里没数？想当老板，先问问路是不是你能走的。德彪都发话了，要不今天先算了。他小舅子是村长，鱼塘又归他管，惹他干啥？我不是怕他啊，我是突然想了锅里还炖着菜。赵婶儿，你那盆里还会动。我先拿回去教育一下他们。愿意卖的我照收，不愿意的也不怪你们。江河哥，我卖，这是我自己在我家后沟抓的，不归刘德彪管。大的留下，小的放回去，死的不要。3斤2两，算3斤半，1毛7分5，给1毛8。我去买糖，我也卖，我家沟里的，我这个是我奶让我抓的，他说先试试钱真不真。夹手虫还真能换糖啊！赵婶儿，你锅里菜还炖着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火还没点。江河先称我的，我家这虾大。我这个不是我的啊，是帮邻居卖的。哪个邻居？住我家后沟隔壁。等等，这个不算斤数。哎呀，抓的时候带上来的嘛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这个也不要，太小。小也是虾啊。太小没肉，放回去长大。这也是小龙虾。他也住水里。你还不如把你家水瓢也扔进去，反正也沾过水。听好了，大的留下，小的放回去，死的不要，臭的不要，掺泥巴、掺田螺、掺石头的，今天不收他的。让哥哥卖家里钱真的买糖。我家后沟不是我远房邻居家后沟，还有一窝大的。江河，钱快见底了，还差一点大的。今晚处理不好，明早就臭了，要换水，要吐泥，还要分开死活。谁愿意帮忙换水？1人1颗糖。我。小的放回沟里，大的放木盆，活的单独养，死的挑出来。每盆别装太满，不然会憋死。我去烧水，顺便把刷子找出来。娘，不急着刷，先让他们吐泥。一群人跟着你胡闹，别误会。你要是真把这些虾臭在院里，我还得闻味儿。明天赶紧推走，远点卖。爹，轮子松，路上别跑太快，摔沟里没人捞你。你们哪来的钱？快抓！江河哥真给钱，5分钱1斤。他这一天收不少啊！刚才我看陆家院子都摆满了。收的越多，赔的越惨。等他卖不出去，满院子臭虫，看他咋收场。万一真卖出去了呢？先让他破虫子，折腾出点味儿了，才知道是谁的锅。今天一共收了86斤。86斤，这么多！江河，你这是收虾还是办虾席啊？江河，家里能拿出来的
就剩这点了。明天卖不出去，这些东西烂在手里，你就别再提这事儿。今晚先守住，不能让他们死，也不能让他们爬出来。土液泥，明天一早处理，晚上去县城。你最好守得住。守得住。东边木盆水浑了要换，水缸那盆太挤要分一半，脚盆里有2只不动了得挑出来。记着。你确定守得住？守得住。喝口水，别熬坏了。我看你守得住几个时辰。哦，陆江河，坏了！他们出来了。不是出来，是跑了。哎呦，咋爬的到处都是？这就是你说的守得住。对了，来了。别踩，踩死就赔了。老子脚都快没了，还管他死不死？城里记者抓虾不是拍照，别摆姿势。你要是守得住，我用得着抓。秀兰，你家半夜打仗啊？哎呦，江河，你这是怕虾兵虾将起义啊？妈呀！这虾疯子家真热闹，虾都半夜开会。这就是你说的守得住？这不是虫子，这是钱。这些东西死一只，都是你娘攒的钱。叔，是盆不够，装太阻了。盆不够，钱够吗？油够吗？路费够吗？他现在1分钱没赚，先把一家人折腾的半夜抓虫。我不怕穷，我怕他不认命，考不上大学，打工不去，现在拿一家人的饭碗赌一盆虫子，这叫找路吗？这叫把家往沟里推。大山，江河也是想找条活路。活路不是这么找的，你要折腾，出去折腾，别在家里折腾你娘。你现在就去？不等天亮了，夜宵就得夜里卖。我跟你去。不怕狗了？比起狗，我更怕你把第一笔生意搞砸。里面有2个馒头，还有一点盐巴，路上吃。娘，等我回来。走你的！怕狗？我是在观察乡村夜间生态。你确定县城夜市还开着？喝酒的人没睡，夜市就没睡。要是没人买呢？那就想办法让他们买。你卖啥？麻辣小龙虾。这不是田沟里的假手虫吗？你把这玩意儿拿夜市卖，小心客人掀你锅。麻辣小龙虾，现炒现卖。下酒菜，麻辣小龙虾。这不田沟虫吗？吃这个，怕不是穷疯了。走，小伙子，夜市不是啥都能卖，你这东西狗都不一定闻。不喊了，那怎么办？让他们闻。啥味儿？哎，哪儿来的香味儿？别看活的，看这个，现炒的，热的，下酒正好。这是啥？麻辣小龙虾。这不就是田沟虫？你先吃，你吃不死我们再吃。不敢吃啊？是不是怕了？来，你吃一个，你吃一个，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你再吃。第一只不要钱，不好吃你骂我。吃呀！你不是说自己胆子大吗？辣！娘！现炒的麻辣小龙虾，下酒正好，先闻再买。给我来一份。我也试试辣点儿。啤酒旁边摊有，虾我这儿有。吃虾的到我这儿拿酒。这东西剥着麻烦，但越剥越想吃。还真有人吃，不是有人吃，是抢着吃。嘿，我先烤的。47块。多少？47块。现在你可以回去告诉你爹了。娘的钱能还了。累不累？累。下次还来吗？来。这虫子还真能卖钱。回去这一路，你爹还会骂你吗？骂就骂，不怕。有钱还他骂，心里踏实。江河，你这是卖完了？江河回来了，捅空了！陆江河回来了，捅空了，虾没了，是不是到沟里了？江河，虾呢？倒了，卖了，倒沟里也叫卖了。
咋了？是不是赔的只剩锅了？这是卖假手虫卖的麻辣小龙虾，一个晚上多少？47块。47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娘哎，这虫子还真能卖钱！你昨天拿出来的钱先还你。娘给你的不是借你的。做买卖账要清，卖一次算啥？撞大运而已。那我今晚再去。今晚还去啊？江河，婶子家后沟还有一窝大的，你看今晚还收不收？收，还是5分钱一斤。都卖出钱了，还5分啊？涨点噻！赵婶儿，昨天你不是说这是害虫吗？害虫还涨价？那也是大害虫比小害虫值钱点嘛。昨天5分钱你嫌它疯，今天5分钱你嫌它少。江河，县城人真吃这个，一晚上真卖了47，我家后沟也有，今天收不收？我昨天就说江河哥会赚钱。别下手太多，你锅就1口，车就1辆，人也就2个。昨天能卖完，不代表今晚能卖200斤。按规矩来。听说没？江河昨晚真卖了47块，我亲眼看见钱了，一桌子零钱。县城人不光吃假手虫，还抢着吃。47块可不少啊！一晚上撞一次运，有啥了不起？要是天天这么卖，1个月不得上千？他那些虾从哪儿来的？村里水沟、田沟哪都有，大家抓了往他家送。水沟也是村里的吧？既然是村里的东西，有人拿去挣钱，总不能1分钱不交。江河，快称，大的全是大的。赵婶，这里面还有2只小的，他们长得显小，其实年纪不小了。放回去，规矩少了，生意就砸了。别以为赚了一回就真成老板了。我知道。今晚才算第2回，明天把村里的水沟账本找出来，他锅里开始冒钱味了，我不得看看能不能捞一勺。老板，昨天那个麻辣虾再来2份，多放辣。昨天吃完回去还惦记。吃虾的酒在这边拿，虾配酒，越吃越有。有回头客了，不是撞大运，那就更不能砸锅。昨晚卖了27份，比第1碗稳。今晚还得早去抢那个灯泡底下的位置。江河，快称！今天婶子这批全是精品大虾。赵婶儿，精品里怎么还有小虾？他们就是脸小，比相亲还挑。哟，江河，生意做得红火呀！红火归红火，规矩也得讲。村里的水沟、水渠、沟塘都是集体资源，你靠村里的水沟抓虾挣钱，这叫占用集体水面。我收的是村民自己抓来的虾，虾从哪来？水沟是谁的？村里的。那水沟里的蚂蟥也是村里的，以前咋没人收蚂蟥钱？赵婶儿，你昨天卖虾挣钱的时候，咋没说水沟不是村里的？村里开过会了，你要继续收虾可以，交水面使用费多少？500块。500？他才卖几天啊？德彪，你咋不去抢？我这是替村集体收，不是替我自己收。他陆江河能靠村里水沟赚钱，村里凭啥1分钱不拿？谁定的500？哪个村里有会议记录吗？城里记者，你少掺和我们村里的事儿。德彪，江河是折腾了点，但你这500块也不是小数数，我敬你是长辈。我不是针对江河，我是为村里集体着想。江河，你这个事情确实以前没人这么干过。村里水沟水渠一直都是集体管，现在你靠这个挣钱，村里得有个说法。啥说法？先交500块水面使用费，交了你继续收，交不上从明天开始你1斤虾都不准收。500块，村长，你知道500块有多厚不？赵婶儿，这是村里的事儿。村长，这个决定有会议记录吗？有没有镇上或者县里的文件？你一个外来的记者，别拿城里那套吓唬我们。村长，这话有白纸黑字吗？有没有写明村民从公共水沟里抓野生小龙虾必须交500块？有没有写明别人抓来卖给我也算我干用集体水面？规矩总得写在纸上。反正村里的意思已经说了，明天之前500块，交不上就停。行，明天之前我给你们答复。江河，答复？你拿得出500块？我拿不拿得出钱是一回事，你们有没有资格收是另一回事。你说去县里能问到吗？能，只要有文件就能查。那就去问。这娃这回不像疯，像真要较真儿了。先吃点儿，他们是怕刘德报。哎，我不怕他。你不是怕他，你是怕他说的真有道理。如果真有文件说不能收，那你再会炒再会卖也没用。我会抓虾，会炒虾，可要是真输在不懂字上，才丢人。那就去查清楚，镇政府、农技站、司法舵，总有一个地方有说法。不搭理也得问。路上吃。今天不问明白，今晚就没虾收。小龙虾，田沟里那个假手虫，那东西也算水产？我们查的不是它算不算水产，是公共水沟里野生捕捞，村里能不能随口收费？这个你们得问村里。村里要收500，收啥500？小龙虾以前都是当害虫清的，公共沟渠里抓几只，哪来的承包费？那有文件吗？啊，我找找。这里头有水面承包和排灌沟渠管理的说法，你们看这个。承包水面范围以合同约定为准，公共排灌沟渠不得随意划入个人承包。记下来。村集体收费要有村民会议讨论记录。复印2页，3毛。我来。还要买油、辣椒、姜蒜，
那就记账里，以后从利润里扣。这回又是一张纸。上回那张纸说我不行，这回这张纸，我要拿回去告诉他们，我行。我这是拿来观察形势的。江河，500块带来没？没带，就把你家那块收虾牌子摘了。钱没带，咋？空手来认错？我来教白纸黑字。这是啥？镇农技站查到的水面承包和公共沟渠管理办法。承包水面范围以合同约定为准。哼，落榜中还念政策。公共排灌沟渠不得随意划入个人承包，村集体收费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并形成记录。你说我占了你承包的水面，合同在哪儿？合同在哪儿？你说村里定了500块，会议记录在哪儿？你们说不准村民抓野生虾，条文在哪儿？对噻，昨天你们不是说讲规矩吗？现在规矩来了，咋都不吭声了？刘老板，这规矩可是你昨天自己说的。行了行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吵啥？这个水面使用费的事儿先缓一缓。那我还能不能收钱了？只要不是承包鱼塘里的，公共河渠里村民自己抓的，可以先收。那我先卖。德彪哥，倒着走3圈的事儿我还记着，不过今天先不急，我等你慢慢练。先到先守，你们都莫跟我抢。靠水沟抓虾只能赢一时，要想一直赢，得有自己的地方。江河，快趁我的！我就说嘛，白纸黑字最管用。昨天你还说少惹刘德彪，我那是战略性观望。赵婶，啥叫战略性观望？小娃儿不懂，就是先看看风往哪边吹。赵婶，这个不要。咋不要？他就是性格温柔，不爱动。他都快给自己办后事了。你这娃嘴比秤还毒。不对，昨天100斤里大虾占7成，今天才半天，大虾不到4成。这个昨天就说过，不算。顺手带上来的嘛。小的放回去。放回去不就让别人抓走了？现在抓了也没肉，做出来客人骂的是我。江河，你管不管？他为了抓虾，把我家田埂挖塌了，你还说我？你昨晚不也拿锄子掏虾洞？我家水渠也被搅浑了，有人半夜去抓，把小虾都捞了，还有人连泥洞一起挖。这样下去，虾没抓完，田地先塌完。彪哥，陆家那边吵起来了，有人为了抓虾，把田埂挖塌了。管啥？不用我动手，他们自己就能把水沟挖烂。白纸黑字让他躲过去一次，不代表他能一直躲。先看他笑话。老板，今天这个咋小了？味儿还是香，就是没昨天过瘾。今天卖的不慢，但有3桌都提到虾小。客人记住你的不只是味道，还有第一口剥出来的满足感。虾越来越小，回头客会省。小陆，咋不炒了？还有人等着呢。炒。想什么？以前没人要，所以到处都是。现在人人都抓，它就不够了。靠捡不是生意，能自己养才是生意。你不会又看上没人要的东西了吧？稻子怕水，小龙虾不怕。你想在那儿养虾？没人要，才轮得到我。你真觉得这块地能养虾？这块地种稻不行，是因为水多泥深排不出去。听起来不像优点。种稻嫌它水多，养虾不怕水多。野生虾靠捡，捡一天少一天。我要是能把它们养在这儿，就不用天天跟水沟抢。你现在不是在抓虾了，你是在想怎么长出更多虾。城里记者说话还挺像做生意的。江河，你又盯着烂泥巴看啥？你不会又看上啥没人要的东西了吧？赵婶，你这话说的越来越准了。我亲眼看见的，江河拿着尺子量烂泥巴，这回不抓虫子了，他要买烂泥巴。这块地也有人要，去年王老仲种了1季稻，收的谷子还不够喂鸡，前年也有人试过，刚插秧就烂根。这地阎王都不要，江河你要？你们看不上他，说明我不用。上回他说假手虫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。陆江河，你卖虾刚挣2天钱，就真把自己当老板了？水沟不够你折腾，现在连烂田都想糟蹋。这地有人要吗？那我问问承包价有问题吗？没人要是因为大家都不傻。那正好，没人跟我抢。你要真把钱砸进这块烂田里，我看你这回怎么翻身。我本来就是从沟里爬起来的。你还真想承包那块烂田？想问问价。你刚挣几个钱，油钱、调料钱、收虾钱还没算明白，就想着承包地。野生虾撑不住，要想一直卖就得自己养。种地的人都不敢要那块地，你拿啥养？拿嘴养？叔，我算过，现在夜市能卖，但原料越来越不稳。这几天大虾比例一直降，如果不解决供应，再过一阵儿锅还在，客人也在，虾没了。那块地就能有虾？不能保证，但那块地便宜，试错成本低，比到处抢野生虾稳定。知道你还要跳？你现在不是在找路，你是一条沟跳完又跳另一个坑。现在虾越来越小，客人已经在说，再这么抓下去，夜市摊子撑不了到久。爹，我不是想跳坑，我是看见前面这条路马上要断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去村委会问问那块阎王都不要的地多少钱1年。你还真要跳坑？爹，
要是这个坑能养虾，我就从坑里爬出来。你去问价，我去记账，免得人家看你像冤大头乱开价。江河，你真去问烂田啊？你这人吧，脑壳是降了点，但上回夹手虫你还真卖出去了。我可不是说烂田也行啊，我只是战略性观望。要是真养出来了，以后还收不收我们抓的虾？但要大的、活的、干净的。那你去问吧，问便宜点，这地不值钱。我这是替你娘心疼钱，不是支持你胡闹。大伙儿快来看啊，江河真要去问烂田价了。他宣传起来比包纸快，就是容易添油加醋。如果承包价低，你打算怎么改？先修填档，不能让虾跑，再挖深水沟，热天有地方躲，还要留进水口和排水口。田边可以种点水草，让虾藏。卖出去只是开始。这些你什么时候想的？你一晚上没睡就想这些？昨晚看水舟的时候，我以前觉得能把虾卖出去就行，现在才知道卖出去只是开始。没人要的虾我卖出去了，没人要的地我也想试试。你真要承包村外那块低洼田，那块地3年没人要了，常年积水，种啥赔啥。我不种稻，我养虾。烂田里养假手虫，陆江河，你这是准备把钱喂泥巴？村长，那块地如果没人承包，村里是不是也没收益？那承包价多少？1年120，押金50，先交1年承包费和押金。咋，贤贵，这可是村里照顾你了。那块地虽然烂，也是地，承包范围、年限、费用都要写清楚。哟，现在还懂合同了？上回你教我的，做事要讲规矩。写，当然写。你交钱，村里给你写承包条子。我回去凑钱。德彪哥，你不是说没人傻到要那块地吗？那你不用替我心疼。承包费120，押金50，这是必须先交的。修田灯、买竹篱、买石灰、买铁锹，至少还要几十。你夜市不能停，还要留钱收虾、买油、买辣椒、姜蒜。真正启动，起码得300-400。我早说了，这坑不是那么好跳。如果承包，夜市还得照钻；如果夜市断了，虾塘又还没起来，你两头都空。我知道，知道还要干，不干，早晚也是空。你现在说的轻巧，真赔了拿啥填？娘，娘这里还有100。娘，昨天还娘的钱娘收了，现在这钱是娘拿出来的。你想试，娘就帮你垫一脚。你就惯他，赔了别哭。真赔了，我少做2身衣裳也能补回来。孩子要是这口气断了，就补不回来了。娘，我记账，算我借你的。记不记账都行，你别把自己压垮就行。再等几天夜市，慢慢凑。入股200块。我没说要你投。你是没说，但我看得见。你缺钱，也缺一个能帮你把账算清楚的人。你不是来拍专题的吗？我本来是来拍一个快空掉的村子，现在我想看看这个村子能不能因为一口虾塘火起来。这钱不是借你的，是投你的。亏了算我眼光差，赚了你按股分我。你不怕我把你钱赔进泥坑里？怕，所以你最好别赔。当然要写清楚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，何况我们还不是亲兄弟。你要是我兄弟，嘴肯定比里根还毒。别叫烂田虾塘，难听。那叫啥？既然是第1块塘，就叫莲塘第1塘吧。这个好。大山，要不要进来看看？我看不懂。从今天起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泥坑了。那就一起把它挖成塘。1年120，押金50，白纸黑字写清楚了。这地以后咋弄，你自己负责。陆章河，这回可别说村里坑你，这坑是你自己花钱跳的。江河，你真买了个泥坑啊？坑不坑，挖了才知道。走走走，看江河挖泥坑去。江河哥，泥巴要把你吃了！江河，你这虾还没养出来，泥巴先吃饱了。水没出去，我看见了。这哪是虾塘，这是泥澡盆。陆老板，第1天开工就洗泥巴澡啊！税扣都看翻了，水咋排得出去？那边高，这边低，你往高处挖，挖到天黑也是一塘死水。对。你去哪儿？看月亮。月亮在天上，锄头不用扛。臭小子，沟都不会挖。你爹来过。爹，沟挖歪了，嫌歪你自己挖。今晚月亮要是还好看，喊我一起。谁看月亮了？我那是睡不着。沟别往东边接，那边雨季回灌。
这烂田的水真能排，往那边接，别挖偏。这回水往对的地方流了。江河，你这是给假手虫搬新家呀？赵婶儿，他们现在不叫假手虫，叫虾苗。你还懂得多。你拍啥？拍莲塘第一堂第一次下苗。这有啥好拍的？以后你再看，会知道这一天重要。动了！还真像搬进去住了。高兴早了。这边竹片缝大，夜里他们能顺着爬出去。进水口也别留太宽，水急了能冲虾。我下午补。别下午，现在补。大山，你这还说不帮忙啊？我是不想半夜又被虾爬进屋。这也拍？拍技术改进。你拍归拍，别把我爹拍太清楚，他嘴上不帮忙，照片里一看全露馅了。你章教我做麻辣虾尾，别又只让我递碗。先学剥虾，我会剥。城里记者剥虾也要讲姿势，看，先掐头，再捏尾，轻轻一抽，也不难。第一次能这样，算你有点天分。我来。你不是要学？锅要糊了。你翻太慢。你教太凶。那我温柔点。算了，不习惯。你还不睡？睡不着。怕他们跑了？不是怕瞎跑，我是怕好不容易看见的路又断了。你昨晚不会真睡这儿了吧？我这是观察虾苗适应情况。观察的挺彻底，连早饭都观察凉了。第一批下塘，不能大意。又拍我？我想拍莲塘第一堂的第一张正式照片。虾还没长大，拍啥正式照片？不是成功照，是开始照。开始最容易黄，等真养成了再拍。等养成了，那叫结果。我想拍的是你们怎么开始的。要拍就拍塘，别拍我，塘比我好看。塘不会嘴硬，你确实难拍点。陆山河，咋了？这边怎么在冒水？前期没压实。那现在补。看什么？你不说第一批下塘不能大意吗？啊，我这是为了找现场感。你这现场感再深点，就成塘底素材了。还漏。光堵泥没用，那咋办？新泥一泡就散，掺稻草、采石，外边再压草帘，水冲不散。苏念，草莲，那边稻草垛短，掺进去。叔，你现在越来越像莲塘第一堂的顾问了。谁顾问？我就是怕他把钱冲水里。别夸，他要涨价。不漏了。现在不漏，不代表以后不漏，以后每天都得看。你连这个也记？以后你要是忘了，我就拿出来笑你。你这入股人心眼不大，所以你最好别出错。又看报？不是我看，是你看。你看这条，看到了什么？水产品价格涨了。再往后看，不是所有水产都涨，是饭店、夜市、啤酒摊儿带子涨。夏天人爱在外头吃，越热夜销越旺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只看塘里有多少虾，还得看城里什么时候最想吃虾。这才叫看行情。以前我看报只热闹，现在才知道纸上有钱，也有坑。别人想让你看到什么，你就只看到什么，也容易被骗。所以你教我看报，我教你看塘。成交。你看塘，别只看漂不漂亮，
水草太密不行，虾活动不开；看少也不行，没地方躲。田埂有湿线，说明漏水；水面有臭味，说明水坏了。泥洞新不新，也能看出虾动没动。以前我拍乡村只看人，现在发现水也有表情。城里记者说话就是绕，水好不好看虾动不动就行。我现在算半个堂口人了吧？勉强。那我那200块股份能不能多算半股？你想的比刘德报还美。火候记住没？油热下姜蒜，再下花椒、辣椒，最后下虾尾。还有呢？火大了壳香肉老，火小了味儿进不去。有进步，别光谢，尝。有空斗嘴，不如去看天。上游怕是要下大雨。会很大吗？这云压得吓人哦！今晚得看着。这时候还拍？就这一张。这张叫啥？叫开始之前的第一场雨。虾刚下塘，雨不能来这么急。江河，差不多就回去啊！春雨再大，还能把糖吃了？哎呦，这雨还真不讲理儿！不是普通雨，上游下大了，先压进水口。你回去。我是入股的。你怎么能你入股也不是入命？那你也不是一个人的命。别吵，水来了。排水口堵了。先疏排水口，别光堵进水。苏年河水不出去，汤一样淹。这里还有。江河手，你歇一口。虾苗刚下塘，塘不能破。糖重要，人也重要。这是我们第一塘。这娃真是不要命了，真是不要命了。娘，牛棚关好了。小虎，回来！雨大得很，你干啥去？江河哥一个人顶不住。你们1个2个都疯了！我不是帮他啊，我是怕我儿子被他带傻了。江河哥，我帮你。你来干啥？我娘说你疯，我来看看是不是真疯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疯的挺有用。拿去拿去，我家腌菜坛子都没这么多麻袋。别借我不是帮你。麻袋压外侧，草绳绑竹桩。小虎，去踩那边泥口。好。陆江河，你脸色不对。没事儿，雨冷。你在发抖，你停一下。还没停。别逞强，你倒了，谁守塘？我的老腰哦，我这辈子都没为假手虫淋过这么大的雨。水下去了。还活着。陆江河发烧了。虾，塘保住了，你给我回去。虾还在。赵婶儿、小虎，你们快回去换衣裳。秀兰，糖保住了，虾也还在。婶子，等江河哥醒了，你跟他说一声。说啥？下回塘里有活，喊我。江河，糖呢？你烧成这样，醒来第一句还问糖？糖咋样？虾咋样？糖还在，虾也还在。你这不是养虾，是让虾养你命。他们还活着就行。你也得活着才行。你干啥？你还烧着？我去看看，看一眼就一眼。拦不住的，让他看一眼，不然他躺着也不安心。你要是再倒，娘就把那塘虾全煮了喂你。江河哥，你咋来了？我看着呢。都烧成自人了，还跑来看？我就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回去。长肉了，这比沟里的肥多了。哎呦，这假手虫住了新房子，还真长胖了。赵婶说的是虾苗。你都烧成虾皮色了，还炒啥？一边去。火候要注意，坐着说，手别伸锅里。油再热一点，姜蒜先下，辣椒别急，糊了会苦。虾下锅后翻快点。这
这试吃有没有我一份儿？这个肉比前头那些扎实些哦。沟里的有的大有的小，这个都差不多。野生虾大小不齐，塘里的规格更稳，肉也更饱满。咋样？不一样了。啥不一样？夜市吃的是热闹，这批虾能上桌。你想进饭店？我要让小龙虾从路边摊儿进饭馆桌子。饭馆会要这东西？得去问。老板，看看这个虾，塘里养的，个头稳，肉饱满，可以做麻辣，也可以做13香。小龙虾，夜市有人吃，不代表饭店客人认。我这店是请客吃饭的，谁点一盘甜沟虫？这是做熟后的样子，红亮，适合摆盘，也适合下酒。照片好看没用，客人不认我就砸招牌。你们去夜市卖吧，味道再香也不能上菜单，菜单上写啥？麻辣虫子，免费送我都不敢卖，客人吃坏了算谁的？饭店跟夜市不一样，夜市靠香味，客人愿意试；饭店靠招牌，老板怕担风险。我知道。那还去吗？去。这东西夜市有人尝鲜，可饭店不一样。我菜单挂出去，客人看见小龙虾3个字都不一定敢点。我可以先做一锅给你尝。我尝了没用，客人不点我也不能卖，免费也不行。你别挡门口，我还做生意。你干什么？等他愿意让我试一锅。你打算等多久？你现在该回去休息。夜市第一份是等人闻香，饭店第一份得等老板松口。你们都从烂田里活出来了，我就不信上不了一张饭桌。小伙子，我都说了不要，你还坐这儿干啥？老板，我不挡门。你不挡门也不行，客人看见还以为我店里卖虫子。那我坐远点。你坐远点也没用，我不会卖。你这人咋这么犟？我想让你试一锅。不是，你去夜市卖，那边有人尝新，我这是饭店，客人要面子。你打算这么蹲到什么时候？蹲到他愿意试一锅。他要一直不愿意呢？那就明天再来。你咋又来了？昨天你没答应，我今天再问。我今天也不答应。那我等会儿再问。这是啥菜？看着还挺红火。不卖，这不是我店里的菜，看着还挺香。你看见没？客人问了我也不能卖，卖了出事儿，招牌是我的。他不是完全没动心，他是怕就还有机会。要是他真看不上，早把你轰到街对面去了。你看老板比看虾还准。我看你也准，犟得像田枕上的石头。你跟我到后门来。你以为我是怕你这虾不好吃？我开饭店靠的是回头客和口碑，客人来我这儿请客图的是体面。你这东西以前在乡下叫害虫，菜单上一写，别人心里先犯嘀咕，万一有人吃不习惯，说我卖脏东西，我这店还开不开？那我不让你担风险。你咋不让我担？免费试一周，虾我出，调料我出，我亲自做。有人点你再算钱，没人点我以后不来了。你这是拿自己钱赌我的菜单？不赌你的菜单，我赌我的虾。老板，别的饭店都不敢卖，如果你是第一个卖出来的，它就不是风险，是招牌。你不试，别人试成了，这道菜就不是你的了。免费试一周？1周。第一，不写进正式菜单，只能当临时菜。第二，没人点你马上走。第三，客人要是骂，你自己出去解释。第四，1周没起色，以后别再来。成。想清楚了？第一锅都没有，哪来的第二锅？这玩意儿也能进后厨？一会儿别把锅弄臭了。你还挺讲究，饭店锅不敢糊弄，上桌的得活力足。这个味儿，老板，后厨做啥这么香？这甜沟虫还真能炒出菜味儿。就是刚才那个香味儿，看着倒是红火，这不是小龙虾吗？真能吃。你先吃。凭啥我先吃？老板，你先吃一个给我们看。小陆，没人点，这款算你自己的。今日试菜，不好吃不收钱，吃得好再点下一盘。夜市第一口是我递出去的，饭店第一口得有人自己夹起来。闻着是香，可这玩意儿以前不是甜沟虫吗？你先吃。凭啥我先吃？我家里还有老娘要养，吃个菜说得像上战场。小陆，看见没？不是我不给机会，是客人不敢认。你们不吃我吃，闻半天了，馋得慌。哎，香惨了，老板，这个下酒真好吃，你自己尝。
这个味儿可以。给我留一个。你刚才不是不敢吃吗？我那是谨慎。老板，这菜还有没有？有，现做。限量供应，越少越有人想点，而且这是第一批糖虾，本来就不多。老板，给我们桌留一份，我们也要辣点儿，加酒加菜。虾从哪来的？莲塘第一塘养出来的，不是野沟里乱抓的，个头稳，肉也饱满。还真是塘里养的。第一批。那给我也来一份第一批。加酒，老板再加一份那个。锅给你，快点，前面催了。调料包还有没有？这味儿客人真认，认不认看盘子空不空。小子有点脾气。这边也要一份。小陆还有多少？今天带来的不多。你咋不多带点儿？昨天你说没人点。今天是试菜，试菜总得多试几桌。那明天我多带。你们那桌点呗，不点等会儿没了。老板，再来2份。第一批试养出来的，数量不多，今天试菜。限量？那给我们桌也来一份，别等会儿没了。小伙子，这菜叫啥？13香龙虾。好，以后我来这儿喝酒就点这个。有，以后有。我的意思是，试菜期间看情况。喝一口，别一会儿到我后厨。谢了。你这虾真是那烂田里养出来的？嗯，那我就偏问了。我还以为你是瞎折腾。我也怕是瞎折腾。今天是有人敢吃，明天还有人回来吃才算。小陆，今晚第一盘是试菜，第一盘免费，后面几盘后面是客人点的，不是我求着送的。今晚后面的虾按成本算，1周后如果你还想卖，我们再谈供货价。你倒是不傻，我高考是落榜，不是没脑子。这是今晚后面几盘的钱，第一盘按你说的免费。明天还送吗？明天再送点来。多少？先送20斤。老板，昨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昨天我没吃过，不是我想吃，是客人要吃。明天20斤，莲塘第一塘出来的，保证活虾。老板，明天还来啊？明天多备点货啊。累吗？累。明天还来？明天带20斤来。以前你收假手虫按斤算，现在你数钱都按捆算了哦。钱还不是我的，要买料，要修塘，要还账，还要留周转。第一家饭店今天20斤，第二家饭店试送10斤，第三家饭店派伙计来问，说后天要看货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账房先生了。这么多钱放家里，晚上我都睡不踏实。去信用社存起来吧，钱放家里不安全，也不好算账。我这点钱，人家给存吗？你现在不是小打小闹了，做生意钱得进账本，也得进存折。要不我们去信用社开个户，把钱存进去，办个存折。卖龙虾挣的。江河，李根，咋不认得了？你手咋了？机器夹的，没事，少半截还能干活。哟，身边还跟着城里姑娘，江河，你混得可以啊。啥时候回来的？刚下车，回来看看我娘，过几天还得走。吃饭没？车上啃了2个饼，撑得很。抽一根。广东那边厂子大，灯一晚上都不熄，流水线跑起来人就不能停，手慢一点，组长就骂。吃饭也赶，睡觉也赶，也不是不好，至少每个月能见到现金，就是啥都扣，吃住扣，工服扣，手夹了赔了一点，药费又扣回去一半，1年下来攒了800也不少了。村里多少人1年摸不到这么多现金？不少。你呢？还在村里折腾虾？你还真跟那玩意儿杠上了。要不要留下来帮我？虾塘缺人，饭店也缺人送货，你熟路又肯吃苦。我这手能干啥？能拿筷子就能剥虾，能走路就能送货，缺半截手指又不是缺胆子。
让我想想。行。孙老板，最近县城几家饭店都在卖这个，说是莲塘村一个小子送的货。小龙虾以前都当害虫，现在饭店卖的挺快。莲塘村，对，姓陆，叫陆江河。饭店货从哪儿走的？听说他自己送，没走咱们市场。县城水产这条路什么时候轮到村里小子自己走了？要不要我去打听打听？打听清楚，虾从哪儿来，送给谁，卖多少钱？还有，这个陆江河是个啥脾气？第一家饭店每天20斤，已经稳了。第二家昨天要了15斤，第三家说今天先是10斤。江河哥，塘里不是还有不少吗？塘里有，不表标都能捞，小的不能捞，刚脱壳的不能捞，留种的也不能动。如果只靠第一塘，你后面不是没货，就是把塘掏空。得收周边村的野生虾。去隔壁村，隔壁村槐树湾、石桥沟都去问，大活虾收回来，一部分送饭店，一部分挑好的继续养。以前你收假手虫，村里人笑你疯，现在好了，别村的假手虫都要跟着你涨身价了。李根呢？他昨天不是说今天过来看看？来了，根哥，你这虾疯子，现在真成虾老板了？少废话，会骑车不？手少半截，又不是腿少半截，那就行。先帮我跑一趟县城，我还没说留下，我也没说给你发工钱。没啥，根哥，你俩说话像吵架。先送第一家饭店20斤，老板说今天中午有2桌客人提前订了13箱龙虾，还提前订？这东西现在这么抢手，你送到了就知道了。行，先帮一天，一天也行。别逞强，重的让小虎搬。城里姑娘，你别把我当瓷碗，我这手少半截又不是碎了。小陆，今天咋来的比昨天晚点？前面客人都问2遍了。路上耽误了点，今天20斤都是活的。好，明天能不能再多送点？明天看塘里和收货情况。你别总看塘啊，我这边客人等着呢。现在有客人来就问13箱龙虾。小陆，今天香料包多留2包，昨天不够用。他们真等你的虾？等的是客人要的虾。那不还是等你的？少说2句，搬货。这筐别摔了，摔了扣你1天工钱。你还真当我给你打工了？你自己说先帮1天。隔壁村那些人刚开始还端着，后头跑得比我还快。赵婶儿，你不是也跑得挺快？收的不少，质量还行，一部分明天送饭店，一部分挑出来入塘。哪位是陆江河？我是。陆老板，久仰。我们孙老板听说你这虾卖的不错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哪个孙老板？县城水产市场孙志远。陆老板年轻有为啊，听说县城好几家饭店都在用你的货。有几家？每天出多少斤？别误会，我们就是了解了解，虾是自己塘里养的还是外面收的？送哪几家饭店？价格谁定？孙老板想买虾？不只是买虾，是帮你把生意做大。他不是来买虾的，是来摸路子的。姑娘懂行，懂一点。兄弟，手都这样了还搬货啊？陆江河，他搬我的货，不劳你操心。陆老板，别紧张，我们没恶意。县城做水产，早晚都要认识孙老板。陆老板，生意做得不错嘛。陆老板，有些路一个人走不远，有人带，少摔跤。我摔惯了，摔不摔我自己会看路。年轻人有脾气，好事儿。明天上午，孙老板等你。江河哥，他们啥意思？不是啥好意思。刘德彪是村里的水沟，孙志行是县城的水路。那个就是莲塘卖龙虾的，听说几家饭店都要他的货。这地方不像市场，像码头。陆老板来了，孙老板等着呢。这2位也进去，一起的。行，孙老板喜欢热闹。陆老板年轻啊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给人搬鱼筐。孙老板客气了，我现在也在搬虾筐。有意思，坐，尝尝。市场里别的不敢说，茶还过得去。最近县城饭店都在说莲塘小龙虾，我好奇就让人去打听了一下，听说你现在一天能供几十斤，看塘里和收货情况。几家饭店在用？不多。年轻人跟我说话还留着半截，这话是你教他的？他自己会算。你现在自己收虾，自己分拣，自己送饭店，能干是能干，但累也不稳。饭
饭店要货多了，你送不过来，周边村的货你也管不过来，路上坏一断货，饭店也骂你。所以说啊，你们要想做大，必须要有人帮。我这市场呢，有人、有车、有摊位、有饭店关系。你把虾放到我这儿走，我帮你收货、分拣、送饭店、压账期、铺渠道，你专心养虾做味道。孙老板想要啥？规矩简单，以后你所有虾都从我市场走，我抽30%。30%是按货款抽还是按利润抽？陆老板果然会算，按货款抽，那不是抢？兄弟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市场吃的是服务饭。孙老板抽30%，那村民少拿，饭店多付，还是我自己贴？做大了，30%都能赚回来。做大的是谁？陆老板，账不能这么算。你现在看的是1斤2斤，我看的是整个县城。整个县城的钱也是一斤一斤的虾卖出来的。县城饭店认你是好事儿，但饭店也是要进货的。鱼、虾、蟹、黄鳝、甲鱼，哪家饭店不跟市场打交道？你不走市场，今天能送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路上出点事儿，货坏了，饭店怪谁？饭店老板愿意为了你一只小龙虾得罪整个水产市场吗？孙老板想买虾，我卖；想帮忙送货，可以谈运费；想帮忙铺饭店，也可以谈介绍费。但所有虾必须从你市场走，还抽30%，这个不行。行，那就自己走走看。茶喝完再走。不了，家里还有虾要送。陆老板，市场门一直开着，等你想通了，随时来。门开着是好事儿，就怕有人站门口收过路钱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？从今天开始，饭店、货源、路上都会有人盯着。30%，他也真敢开口。他要的不是3成钱，他要的是这条路。那咋办？那就把路走宽一点。咋走宽？多收几个村的饭店，多送几家专门店的事提上来。那回去以后先算3件事儿：货源够不够，人工够不够，钱够不够。你们俩一个敢想，一个敢算，我干啥？你敢跑？行，那我跑。告诉下面的人，明天开始，周边几个村的小龙虾我们也收，价格嘛，比他高1分。高1分，那咱们的少。我现在是为了赚那1分，他不是要自己走路吗？我就让他看看，路上没有货，他背着空篓子能走多远。我这就去安排。江河哥，今天咋没人来？不是没人抓，是有人先收走了。今天不卖虾？卖了。卖给谁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还来收吗？县城来的，人家多给1分钱。人在哪儿收？那边。哟，陆老板也来收货啊？你们这是故意抢！小兄弟，做生意嘛，价高者得，咋叫抢呢？多1分钱，现钱结算，大家放心，孙老板的秤公道得很。多赚一点是好事儿。江河哥，今天你们多给1分我不拦，货是乡亲们抓的，卖给谁是他们的事儿。陆老板敞亮，但我也提醒一句，今天多1分不一定明天还有。如果明天没了这个价，乡亲们再想回来卖，我的规矩还是原来的规矩。陆老板这是啥意思？你不涨价，还怪我们给高了？我没怪你们，你们收你们的，我收我的。走，别在这儿跟他们吵，他们等的就是你吵。今天缺至少25斤。陆老板，我们掌柜说今天20斤不能少，客人都提前订了。我们店15斤，昨天说好的，中午客人就问了，这咋办？我就说孙志远那些人没安好心，当初没人要的时候是谁先掏钱收的？现在倒说江河压价，外面已经有人这么说了。可不是，说江河迈进饭店赚大钱，给乡亲们的价低了，说跟孙老板走，钱现结，秤也公道，说的好听的很。江河，这明明就是缺货，他怎么能怪到你头上呢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他这是坏我们名声。不只是坏名声，他是在把货源从我们手里撬走。这才刚开始，我知道。陆老板，我们掌柜还等着呢。今天先把莲塘第1塘能出的活虾挑出来，第1家20斤不能断，第2家15斤，先送10斤，剩下5斤我晚上补。第3家今天暂停，明天给他们解释，这样能保住2家重点饭店。我来帮忙，别让孙志威看笑话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收虾改规矩：第1，现钱结算，1斤不欠；第2，公开称重，谁都能看；第3，小虾、死虾、臭虾不压秤，现场挑，现场说；第4，愿意长期供货的人，价格稳定，不忽高忽低；第5，以后虾塘扩建，优先请长期供货的人做工。你不是只买他们的虾，是把他们拉进你的路里。孙志远给的是今天多1分，我给的是以后有活路。这个话
我去说。广东厂里那些小头头也是先多给点甜头，后面再从吃住公服罚款里扣回来。这个套路我多去槐树说，村里人能听明白。行，你去槐树湾，我去隔壁村。小虎留家里守货。槐树湾说明说了，我也能去说。你守住今天的货也很重要，饭店再来催，家里不能乱。我不在，你就是家里盯货的人。那我守。小伙，你现在像个小掌柜了。娘，你别乱说，还害臊了。写牌子。我来帮你写规矩。各位叔伯，我在广东厂里干过，有些人今天多给你一点，后面会从别处扣回来。江河这里不说虚的，今天啥价，明天啥规矩，写在牌子上。你们愿意长期供货，以后厂里扩建、修沟、送货优先请你们。今天多给1分是他们的事儿，但咱们村以后能不能有活路，得看我们自己。我们现在就多给钱。他们今天多给1分，我不拦，但我谁想卖不是可以卖。今天开始登记，虾好称准钱走1天，以后有活优先喊你。江河，你这优先做工是说真的？说真的，写牌子上就认。我这盆按你的规矩称。你们今天多给1分，我不拦，但我这条路不是只走1天。江河哥，第1家20斤装好了，这筐送第2家，活力都还行。陆老板，今天这批先别送了。咋了？我们掌柜说，暂时不用你家的虾。昨天不是还催货吗？今天怎么就不用了？昨晚后厨混进几只坏虾，有味儿，客人差点闹起来，掌柜怕了。坏虾？哪批货？我也说不清，掌柜只让我来传话，说最近先缓缓。陆老板，我们掌柜也说今天先不收了。你们那边也出问题了？倒不是我们出事儿，是听说风声不好，水产市场那边也来提醒我，说你这批虾来路太杂，怕坏招牌，先停2天。3家都停了，那这些虾咋办？兄弟，昨晚那坏虾到底咋回事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说是我说的，你说，昨晚忙的时候，有个瘦高个戴草帽，骑着送货3轮过来，说是陆香河这边补送的一筐虾，后厨忙没细看就收了。后来呢？后来一开筐味儿不对，里面有几只死虾，还有臭水，掌柜当场就火了。瘦高个，嘴边有颗痣，戴草帽。对了，他那3轮车上像是水产市场那种货号红印。水产市场的印儿是孙志宏？不是咱们的虾坏，是有人冒我们的名，把坏虾塞进饭店后厨。我就说，江河收虾比挑女婿还仔细，哪来的坏虾？现在的问题是，饭店老板未必不知道有人捣乱，但他们怕惹事儿。我去解释，我跟你去。昨晚那筐坏虾不是我送的，有人冒名补货，这是昨天所有出货记录，哪一筐谁挑的谁送的，几点送到都写着。你要查，我陪你一笔一笔查。小陆，我知道你有规矩，可现在有人盯着你。水产市场那边今天也来人了，说你收货杂，路子乱，迟早出事儿。明明是他们害人，你怕啥？兄弟，我饭店每天鱼虾鳝蟹都要进货，得罪了水产市场，不是少一道小龙虾的事儿，是整个后厨都要断。先缓2天吧，等风头过去我再看。小陆，你这虾是好虾，菜也是好菜，只是有些事儿不是光菜好就行。我知道，这不就是堵门吗？今天卖不出去，明天就要死一批。再压1晚，死了就不是虾，是赔钱货。这一院子要真烂在手里，钱都挣的全得吐出去。饭店不让卖，那我们自己开店。你现在有糖有货有味道，也有客人认过，缺的不是虾，是一扇自己的门。孙志远能堵饭店后厨，能下饭店老板，可如果店是你的，锅是你的，菜单是你的，门也是你的，他堵谁？你们的意思是不卖给饭店了，自己当饭店？不是当饭店，是开一家只卖小龙虾的店。你知道开店要多少钱？不知道。那你还说？我只知道饭店的门别人能关，自己的门不能让别人上锁。明天去县城找铺面。明天去。这个价少1分不租。太偏了，香味飘出去也没人闻。又油又辣又吵，不租不租。这玩意儿不是夜市摊吃的吗？开店
别把我门面弄脏了。再往菜市场那边看看，菜市场啊，那里人多，租金也可能低，就是环境差。环境差不一定是坏事。新鲜的蔬菜便宜喽！这里太吵了，吵说明有人，别人嫌乱。乱才便宜。你们看门面，租金多少？先说好，这地方菜市场边上，吵脏，晚上还有老鼠。前面几家都嫌，你们要是想开体面店，别看这儿，就这儿。你确定？饭店怕小龙虾上不了桌，那我就把锅支在最热闹的地方，让他们闻着味儿自己走过来。你要卖啥？小龙虾。这地方本来就吵，你再炒这个，怕是更吵。别人嫌吵，我就让这条街吵着吃我的小龙虾。那你到底租不租？租。从今天起，饭店不要的虾，我自己卖。江河哥，这样就失火啊？墙都还没干透，虾等不了墙干。后面水沟通了，洗虾没问题，就是桌子少，碗也少。碗少不要紧，先让客人端盆吃。娘，你这是开店还是喂猪？失火先别上太猛，烟要是倒灌，客人没吃，先被你熏跑。先试一锅。念姐，你拿的啥？这虾拍出来还怪好看的。哎呦，这虾拍出来比我家过年肉还体面。你昨晚去洗的，你一夜没睡。贴门口。贴门口？卖虾贴照片干啥？闻味儿不就行了？人先看见才会想闻，闻见了才想吃。照片把味儿拍出来了。那你今天负责把味儿炒出来。这是啥画片？照片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菜。这东西不是田沟里夹手的虫吗？咋拍得像大菜一样？以前没人做才叫夹手虫，现在做好了，那叫下酒菜，真能吃。等下开锅，你闻闻，江河哥咋在门口炒？后厨不是搭好了吗？后厨炒只有进店的人闻得到，门口炒整条街都闻得到。你这脑子真不像落榜生。火别贴门太近，烟往外走，别往屋里卷。这个味儿倒是霸道。江河龙虾馆失火了啊！照片上啥样，锅里就啥样。不好吃你找我，我找陆江河。小陆，给我来一份。真卖啊？卖。碗呢？碗呢？先用这个。巴士，再给我加点汤汁，我蘸馒头。给我也来一份，少辣。我要照片上这个洪亮的，能不能打包？我带回去给我爹尝尝。江河哥，排队了。排队，别挤，虾在锅里跑不了，人挤坏了我可不赔。虾还没刷完，小伙进来帮忙。我到底干啥？先收钱。一份一记，别乱。我记，你收钱。我招呼。我刷虾。我擦桌。我看火。桌子不够了，凳子先当桌。那客人坐哪儿？站着吃，香得快。这东西长得吓人，吃起来还真上瘾。越辣越想吃。给我留一份，我收糖吃。照片墙有效，门口现炒有效，香味比招牌更快。念姐，这个给了2块，我找多少？1块2。1块2是多少张？你这脑子，客人等你找钱都饿瘦了。我来。火还没稳，谢啥？不是说他们饭店渠道断了吗？断了，饭店他自己开店了。前头那家新开的江河龙虾馆，味儿可以。去哪儿？回市场，这事儿得说。我手都数麻了。我这嗓子今天算是为虾献身了。虾刷空了一半，总算没烂在手里。不算多，但够把今天这批虾救回来，还剩1半活虾，明天继续卖。江河哥，咱这算开业了吗？不算。都卖成这样了还不算？今天叫试火，明天正式开门。那明天还在门口炒？炒。照片墙再补2张，今天排队的也拍下来啊！就您刚才那嗓子劈叉，你上照片墙，谁还敢来吃饭？那把我也拍进去，我今天功劳大。拍你吆喝到嗓子劈叉。慌什么？宋老板，陆江河那破店排队了。排队？他在门口炒虾，香味从菜市场飘了半条街。那个女记者还把照片贴门口，路过的人都停下看。本来是试火，结果直接卖起来了。饭店的门关了，他倒自己开了一扇门。那就看看这扇门能开几天。一个一个来，别挤，我找不开了。江河龙虾馆，照
片上啥样，锅里就啥样。不好吃你找我，我找陆江河。我昨天吃了，今天带你来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给我照照片上这个红亮的来一份。陆老板，开店了也不请我吃一顿，进门是客。孙老板吃什么？就照片上这个。根哥，他来干啥？不是来吃虾的，那是来干啥？来试门硬不硬？味道不错，怪不得饭店不要你，你自己还能卖起来。门被人关了，总得自己开一扇。哼，菜市场这地方人杂事儿多，你这店开在这里，总得懂点规矩。我房租交给房东，虾是我自己的，锅也是我自己的。孙老板说的规矩是哪一段？年轻人，不要把话说死。这条街不光有房东，还有人情，还有秩序。你新开店没人照看，容易出事。孙老板想怎么照看？每个月交点管理费，以后货源也跟市场打个招呼，大家都好做生意。记者姑娘也在啊，挺好。有些规矩写出来不好看，但大家都懂。孙老板，我以前送饭店你堵饭店，我收虾你抢货源，现在我自己租门面，自己支锅，自己卖虾，这扇门你关一个试试。陆老板，生意太红有时候不是好事儿，总比没生意强。那就祝你天天这么红。这个人笑得比黄鳝还滑。江河哥，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这种人笑着走，比骂着走还麻烦。他今天不是来吃虾，是来盯门的。刚才的照片我都拍下来了。他坐在店里，手下站在门口，客人不敢进来。这些以后都用得上。那现在咋办？继续炒。看啥子热闹嘛？虾还在锅里，江河龙虾馆照常卖。今天晚上小心点。你明天还得管后厨，回去睡。我晚点再看一遍门。我也能守。你守啥？你站门口比门还容易倒。哎。哪个缺德玩意儿干的？这是泼臭水呀，还是把茅坑搬来了？先冲干净，锅照样支。江河哥，这味儿还咋开门？越不想让我们开，我们越要开。他不是冲门来的，是冲客人来的。念姐，这也拍？臭也能当证据？泼这玩意儿的人，心比这水还臭。这地方还能吃东西？算了算了，换一家。江河哥，客人都走了。香味压过去。门脏了能洗，锅不能停。对，锅不停，香味就不停。老板还开不开？开，锅没臭，虾也没臭。哎，坐，你老熟客了，我给你挑大的。听说这店早上臭得很，这虾不会也是臭的吧？哎呀！吃饭欢迎，闹事出门。谁闹事？我们来吃饭的。小伙上菜。谁闹事？我们来吃饭的。老板，你这虾是死的吧？想吃死人啊！你放屁！这不是我们锅里的。别动手，他们就等你动手。这只虾没进过我的锅。你说没进就没进？我的虾出锅壳是红亮的，油挂得住，香料沾得上。这只壳软肚臭，连油都没沾透。你拿死虾栽赃，也拿只像样点的。你这店不干净还不让人说了？
今天这桌不要钱，你们走。不要钱？那我们明天还来。江河哥，咱就这么让他们走？今天动手，明天他们就敢说江河龙虾馆打客人。这帮烂心肝的，泼臭水不够，还来栽赃。他们闹够了，现在该我写了。你拍到了？臭水、死虾、闹事、街角盯梢的人都拍到了。那能告他们吗？先不急着喊，照片要洗出来，事情要写清楚。他们泼的是臭水，我们拿出来的得是证据。写给谁看？写给该看的人看。他们用臭水泼门，我就用照片把这扇门洗干净。念姐，你啥时候拍到他摸死虾的？他以为大家都在看桌子，其实镜头在看他手。这个人我见过，孙志远身边的。这些照片能有用吗？照片不能直接把他们抓起来，但照片能让他们赖不掉。报社会发吗？不一定发。那不是白写了？不发也有人会看，只要有人看见，就不是他们说了算。主编，这能发吗？直接发，容易打草惊蛇，也容易把他们推到明处来反咬。那压了？不压。那咋办？转公安。这不是一篇小稿子的事儿了。江河哥，派出所来了。不会又出啥事吧？同志，有事儿。有人反映你们店被人恶意闹事，我们来了解情况。对对对，他们泼臭水，还拿死虾栽赃，你们可得管管，那帮人坏得很。照片和材料是你寄的？是我。照片我们看了，情况我们会查。这几天正常营业，如果再有人闹事儿，不要动手，先报案，证据保留好。明白。那他们还能来闹吗？他们敢来，你们就敢报。念姑娘这个相机比锄头还厉害。相机不能打人，但能让人看见。哎，公安！你说这陆江河？店照开，虾照卖。孙老板，派出所开始问话了。问什么？问江河龙虾馆被泼臭水的事儿，问那几个去闹店的人，还问饭店有没有被我们提醒过。谁把事儿捅出去的？那个女记者，她拍了照片，还寄回了报社。听说报社没发，但把东西转给公安了。照片拍到了混混，还有街角盯梢的人。一个开虾店的，一个拿相机的，倒是比我想的难缠。那接下来咋办？先别动店，风口上谁动谁显眼。那就这么算了。明面上不动，不代表没办法。今天之后，他们应该不敢明着闹了。明着不敢，暗地里会更急。你怕吗？怕，但怕不等于闭眼。兄弟，这个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兄弟。明晚要不要安排人去西桥？去。抢货还是砸车？别动得太粗，公安还在看着，让他们的货走不到店里就行。李根收钱了，没明着收，但钱在他兜里。人在穷的时候，兜里有钱就会想，想多了，心就偏了。回来了。明天第一锅你来管。你真放心我？不放心，我就不会把后厨交给你。我信你，比信这口锅早。明天别糊。江河龙虾馆照常开门，锅是干净锅，虾是活鲜虾。有人泼臭水，泼不臭我们这口锅。娘，你嗓子都哑了，还喊这么大声？嗓子哑了可以喝水，气势塌了可不好补。他们明着不敢来了，暗地里会换办法。那就看他换哪条路。李根，你咋来了？厂里带出来的，你看看吧，别惦记那边了，回不去了。李根，你喊我干啥？广东厂子倒了吧？
欠的钱也拿不回来了吧？你查我？孙老板想了解一个人，总能了解点东西。每个月500，你不用干啥，就告诉我们陆香河每天进多少货，账上还剩多少钱，下一步去哪儿收虾，偶尔给个路线。你跟着陆江河能拿多少？他现在自己都不稳，还能养你一辈子？想清楚，聪明人不会跟钱过不去。根哥，你看账本干啥？后厨要备货，我看看明天多少虾。哦。这就是陆江河明天的进货路线。晚上走西桥小路。啊。人真从这儿过。李根给的路线不会错，他以为这是自己兄弟给他守的路，今晚让他知道，兄弟也能卖他。停下！都别动！怎么回事？跑一个试试！误会，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还带路线？根哥，你没卖江河哥？500块就想买我，看不起谁呢？你吓死我了！别爆，一身虾味儿。以后这种事儿早点说。说早了，你眼不像。孙志远的人给的。他要什么？进货路线，账上还剩多少钱，下一步去哪儿收虾，还有你每天出多少货。你还挺会安排我，跟你学的。做生意嘛，总得留一手。这下孙志远想说不知道也难了。他想从里面拆，我没收，他不信，收了，他才会露头。你想怎么做？给他一条路。我们就是拿钱办事儿，孙老板手下让我们去的。账本封存，孙志远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江河哥，孙志远被带去调查了。我就说嘛，坏人早晚遭报应。这回他栽了吧？栽不栽得看查出来多少。可他手下都被抓了。虾还是得多养。我一个塘不够了，一家店也不够了。谁愿意跟我养虾？我提供虾苗、技术、收购，按我的标准养，合格的我包收。我不敢说一夜发财，但我敢说比单靠种地强。养坏了怎么办？对呀，谁知道能卖多久啊？张和，你说包收，亏了算谁的？第1年养虾苗卖不掉，我认，但规矩是我定的，你得按手册来，不是让大家瞎养。塘怎么改，水怎么换，虾苗怎么放，死虾怎么挑，什么时候收，什么标准包收，都写在这里。愿意试的，先从小塘小田开始，不要一口吃成胖子。我信江哥。娘，你喊啥？我又不是冲动，我私下算过账了，种稻1年挣几个钱，养虾要是真按江河这个手法划算。你啥时候算的？你以为你娘只会吆喝呀？我家那片低洼田种到老是积水，给你试一块。我也试1亩，但你得教我咋弄。教不会的，我下塘教。我家也跟。你家不就是我家？你举啥手？现在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以后咋样？德彪哥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一句话。我说过的话多了。你说，我要是能靠小龙虾成事，你就倒着走3圈。我记得，他说了。我也听见了。明，说话算话啊！倒3圈，倒3圈。那都是玩笑话。哎呦，你当初笑江河的时候可不像开玩笑哦。走就走。德彪，你慢点。那个养虾还收不收人？收。别以为我是服了你，我就是不想落后。哎呀，德彪开窍了。路本来就在脚下，只是以前没人信。
都站好，拍一张。哎，你也来，倒走3圈的人也算见证。第一堂算成了吗？第一堂成了，第一条路才刚开。以前我就想把一锅虾卖出去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一个人翻不了多大浪，整个莲塘的水都得活起来。来，多少钱？快点，快点！这车得多少钱啊？我叫郑明辉。陆老板这个项目不该只停在县城，